Xreal One Pro 跟12月18号刚发布的 ES，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啊？顺应我的 ES 体验视频评论区啊，关注重点。那我今天就详细展开说说吧。首先是它们的显示和光学方案部分。Xreal One 跟 ES 都是 Bird-based 方案搭配索尼的 0.68 寸 Micro OLED， 它们的光学方案透镜部分、外观尺寸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实际上是有改进的。就我体验而言 ，ES 的竖向甜蜜区会更大一些，顺带它就解锁了这块 0.68 寸 Micro OLED 的 1200P 的分辨率啊，进而增加了2度的 FOV。而 ES 最高入眼亮度达到700尼特，相对于 One 的600尼特的提升，则是通过它内部的功耗的进一步优化来实现的。Xreal One Pro 则采用的是目前市面上独家的 X Prism 光学方案，这套光学相对于 BB 光学，它增加了一次全反射，进而就带来更大的 FOV 表现。通过搭配索尼 0.55 寸 Micro OLED 屏幕，它实现了57度的 FOV 跟700尼特的入眼亮度。此外，通过斜向的摆放 Micro OLED 屏幕啊，让整个额头更薄，包括没有 BB 的光学底部斜面带来的现实的反光。当然，这套组合也有个小烦恼，因为整体它的实心材质让重量增加了几克。X1 芯片加持下，我们可以实现1到10米10档的远近位置，以及80%到130%的5档大小这种自由组合，去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距离跟大小。那甚至我们可以卡个 bug， 就搞出屏幕墙，这种视觉震撼就好像你真的是坐在电影院的投影屏幕下面的感觉啊。不过在130%的超画幅显示时 ，One Pro 它的新光学4边沿不平直的感受，有些人可能会不适应。在130%超画幅下，它的画面大小对比如下；在100%的满画幅下，它的画面大小三者对比如下。显然，130%的超画幅下，画面显示是不全的，适合只关注中心区域画面的用途啊。大部分人还是会用100%以及以下的尺寸。还有个计算优势也算劣势吧，就是 Xreal One Pro 它是采用了双瞳距版本。这个设计主要原因就是 X Prism 它的光学方案本身的 Airbox 不大，如果只做一个瞳距版本，它相对于 BB 方案适配人群会少一些。那采用大小号瞳距方式，对于大号或者小号的瞳距人群来说是一个福音，但对于像我这种中间瞳距啊，64、65这种，那我使用对比下来啊，我感觉 M 号就2个外上角，它略微有一点暗角的感觉啊。L 号呢，它是内侧的2个上角，它会有一点点暗角的感觉。双眼合相后问题不大，包括悬停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One Pro 是有底部画面带来的反光，这感觉就好像我们在 Apple Vision Pro 里面去打开那个有水面的播放画面的时候环境一样。至于显示的清晰度方面，同样分辨率下更大 FOV 的确会减少它的 PPD 表现。那当然 PPD 这个数值是越大越清晰啊，但是 One Pro 跟 One 啊或者 ES 上这么一点 PPD 数据差异，对于观看并不明显啊。透过率方面 ，X Prism 光学相对于 BB 光学没有太明显差异啊。它们的正面漏光表现，我们也可以通过在眼镜内播放最大亮度的白色画面对比一下。所以显示部分总结而言，如果你需要的是更大的画面、更轻薄的额头厚度以及更少的白天环境光对画面底部的影响， One Pro 是最佳选择。而 One 跟 ES 它对比选择的话，目前来看 ES 在亮度啊、分辨率、画面大小上更有优势。佩戴体验方面，首先外观部分啊，正面外观其实大家都差不多，特别是像我习惯去拿掉装饰框的情况下是完全一样的。侧面的镜腿颜色会有略有差异 ，ES 的确看上去更时尚大方一些啊。当然，佩戴外观是一个方面，舒适度也是一个考量角度。它们的铰链调节范围略有差异啊，其中 One 跟 ES 是一样的 ，One Pro 的2个瞳距大小是一样的。BB 光学的这2款要大于 X Prism 的2款的调节范围，镜腿末端也都是一样的这种软性的镜腿，但是重量跟前后配重会有差异啊。我目前外出办公长时间使用的时候，我会采用这种自制的磁吸帽子无鼻头方案。此外，眼镜的喇叭音质跟麦克风效果基本保持一致啊，差别在于 Xreal One 它没有博士的音效算法，
兼容性方面，我也针对我的传统3项兼容性测试。那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兼容性跟眼镜的固件版本是息息相关的。此外 ，HDMI 转接我虽然是测试的跟台式机独立显卡的 HDMI 口兼容性，但我更推荐，如果说你是只在台式机独显上使用的用户，就直接采用 DP 口转出的 Type-C 口会更合适啊。基本上跟原生的那种 Type-C 口保持一致，就没有兼容性的问题的。我使用的是这款 FIBBR 的转接头，可以供你参考。兼容性方面基本保持一致啊，略有差异的是目前 ES 我在切换 DP 声道之后，画面它的分辨率最高只能到 1080p， 不能1200p 啊。包括我上一个视频也提到，全宽 3D 或者说超宽屏模式下，也都是 1080p 的竖向分辨率啊。此外，这一类第三方的转接器啊，像优莱特这款 Switch 2可以去刷最新的固件，刷了之后倒是可以支持，它们都是需要切换 DP 声道去使用。那我有发现一个问题，就使用这类第三方的转接器的时候，它的视频只能输出 1080p 60赫兹，就无论是否去切换 DP 声道，这个 1080p 给我感觉就是它是整个 1200p 面板的下面的这一部分，所以就无论是否设置成超画幅，都会有一点内凹的感觉。功耗方面，我们去结合它最大亮度下去采用跟头啊、3道幅悬停、6道幅悬停以及 3D 空间啊。当然，目前3D 空间只有 ES 有这个能力。One 和 One Pro 会陆续 OTA 更新，它们的功耗对比如下。那这3款它们标配的 X1 芯片，依然是目前市面上这种带视频传输线的分体式 AI 眼镜里独家设置啊。我其实对 X1 的遭遇是有点同情的，不光光是它独孤求败，还要一段时间啊，更是来自老板跟工程师的无情压榨。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把 X-Ray Beam 给做到眼睛里面，已经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要知道，当时 X-Ray Beam 还有一个主动散热，包括大电池，才勉强能用啊。很快，厂家又把几个超宽屏模式啊、全宽、半宽 3D 给塞进去了，而鼻托位置的预留接口再插上个彩色摄像头 XAI， 不仅仅就实现拍摄能力，也可以去结合 Beam Pro 去实现直播啊、AI 识别能力啊，包括虚实节画面啊，甚至还给了一个6道幅的空间悬停。我以为这就是上线了，没曾想厂家又把端侧 AI 模型给塞进去了，直接支持实时的2D 画面转 3D。我真的不得不佩服 X-Ray 工程师的脑洞啊！那我们不妨在弹幕区头脑风暴一下，譬如说我设想是否可以内置一个无线的投屏，眼睛去接个充电宝，就直接接收来自电脑、手机这种投屏画面，可不可以？或者说搭配自家的智能终端，比如 Beam Pro 去实现手势识别、反向控制，行不行啊？那相对于市面上竞品 X-Ray 通过 X1 芯片实现的空间悬停，是全平台都高度一致的统一稳定体验。除了多消耗了输出设备那么一点点的功耗，以及增加它自身不多的热量之外，对外部设备的算力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就是无论你是连接的高性能的电脑独显，还是说手机芯片，都可以实现这种完全一致的悬停感受。这个对于空间屏的功能的普及以及使用时长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个人使用下来，悬停对我观影个游戏的需求不是太刚性啊。当然，部分游戏它四周有菜单去需要操作的话，也是刚需的。但我对于文字啊、剪辑这些窗口类的操作，可以就是不用转动眼球去看菜单栏、状态栏。当然，悬停、防抖打开之后，因为渲染的一个操作，都会对我们的文字清晰度产生影响。特别是如果还把窗口大小设置为100%以内的朋友，因为画面 FOV 受限嘛，我们转动头部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部分窗口内容超出视野范围的问题啊。这个对于刚接触这类产品的用户来说，可能感觉有点出戏啊，所以他往往会把画面设置的小一些，间接就会造成文字清晰度不够的情况。这一方面是需要厂家进一步去增加 FOV 表现，并增加分辨率来增加清晰度表现。那现阶段我们通过在菜单显示文字优化进行调节会有改善，或者去扩大窗口来缓解这种感觉啊。当然，对游戏和观影 2D 转 3D 会是更有趣的体验。目前竞品也同样会在不同的连接设备上通过软件方式去实现这个能力啊。部分终端上算力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它实现 3D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跟悬停一样，都面临着增加外部设备算力功耗的问题，以及不能实现全终端统一的体验。当然，还有部分设备是不支持实现 3D 化的，所以目前 X-Ray X1 的原生 3D 空间实现的2D 转 3D，
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再加上像它的显示本身，像分辨率啊、亮度啊、画面大小、MTF、IRbox 这些，因为 X6 自有的光学研发实力以及生产能力啊，眼镜硬件参数上是属于行业领先的。现阶段 X6 立足于空间便携屏能力，生态则通过借助外部直连设备它本身的内容啊，就可以专心去做好这部分空间悬停方面的产品体验。后续则结合谷歌安卓 XR 的系统加持啊，软件生态方面就会有较大的补足。这也体现 X6 在战略布局上的不同路径的表现，值得我们去继续期待吧。X6 标配 X1 芯片的产品线，就单独眼镜本身啊，跟竞品相比要略贵一些啊，但实际上它就相当于集成了一个可以不断去拓展功能的智能体，无论是随身悬停、空间悬停、防抖，在绝大多数用途下，它的确带来质的提升。更何况它还有附加的这么一重功能啊。那今天我对 X6 One、One Pro 以及 ES 它们的一些区别进行一些说明啊。那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